二太子，我看您一盯着这灯笼和这竹扇，伤口就疼，却还每天都要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既然看着难受，就别再看了，哪有您这样自找苦吃的？不看我更难受。听说那家的大主子已经好了许多了，能出房了。内伤大概还要再调养一段日子，不过从外看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还有您送去的酒，他今天开了一坛，用的也是您送的那套酒器，只喝了一小杯就被人劝住了，怕他身体还受不住。是该劝住他，本来那酒就性寒，用了那杯子就更寒。他才好了多少？李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现在的心思，我都不敢再猜了。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猜透过你，不是吗？二太子真叫可怜，好好的吃蜜什么天，被罚到咱这破地方来思过不说，光心口4个字就不知道有多疼呢。可不是，要是换我，光听听就觉得心里发毛，这要怎么挨过来啊？还得用法印锁了一半修为呢，多好的人呢，出手又大方。这酒是春风笑，好喝吗？这酒叫春风笑，我料你该喜欢。怎么样？若喜欢，我下次多带些过来。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兰渊，你总是如此，温柔地给一份希望，又温柔地加倍给10分失望。煞一时，尚算是天作孽；煞一世，就是我李青自作孽了。公子欢喜作品《纨绔》第5期。兰渊，黎落快到天劫了。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东西明明已经放到黎落身上，为什么我半点承受天雷的痛楚也不曾感觉到？唯一的可能就是李青他正护着黎落，这怎么可以？他的伤才好几天。白色的人影，那是李青吗？二太子，你以何来要我李青的真心？不是他，似乎是个普通的书生。是他帮黎落渡了天劫吗？那就好。
结果，那这个东西是他的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黄色的锦囊，别拆开。金刚罩。我知道你气他淘气，可是天界连你也收不住，何况是他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，我就想你好好的，别太为难自己。你别咬着自己的唇，疼。我知道我惹你讨厌，你不愿意跟我说话，也不愿意见我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你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再没有出息，也是你的至亲。他出了事，你第一个就心疼。你也不要怪莫笑，是我逼他放在李洛身上的。要是事先跟你说，你一定不肯。你那把竹扇，你还留着？一直留着。其实开始随手放在了桌上，后来被下面收去了。那次以后才想起翻了出来，还好还在。如果连东西也不在了，我离落的事，谢谢你。没什么。等等，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一报还一报的。当初你也答应了收天劫时来找我，可是后来，这一回就当是上一回我欠你的。至于离落的事，只当是朋友的举手之劳。你若是真要报答，就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，可好？等等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好了。好了就好。还有事吗？没了。李青，听说张天师炼丹时打了个瞌睡，醒来时火快烧了大半间屋子，还有哮天犬咬了何仙姑，八仙天天追着二郎神讨说法呢。对了，狼王让我转告您，蜀王终于熬过了天劫，可惜伤得太重了，100多年也养不回来了。蜀族的长老们正在商量着要体体面面的换个王呢，过不了多久就该发了帖子来邀咱们去参加封王大典了。还有，似乎虎王夫妻俩闹别扭了，彩玲哭着回了娘家了。现在虎王秦威正在虎后娘家门口跪着，围了好大一群人看热闹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你呀，莫笑说你是包打听，给了你3分颜色，你还真给我开起染坊来了。带了你下来是让你成天东窜西跑看猴戏的吗？你要爱看，我把你送去伺候斗战胜佛如何？不是二太子你让我出去的吗？我知道太子想听啥，这不就正准备说给您听吗？那家的大主子跟从前一样，成天在府里头待着，小的实在是探不出什么事儿来。倒是那个小主子这2天上了山去了狼王府。下去吧，以后那边有什么事记得赶紧来找我，顺便去趟狼王府问问那位少主为的是什么事，如果是要什么东西就让他们来这儿取。是。二太子近来可好？你来了，
银两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上回秦威成亲，你不来是情有可原。这回我的大婚，你要是不来，可说不过去了。来，这是请帖。他来不来？真是的，想见就见呗，何必拐弯抹角的问？我想见是一回事，可他若不见我，即使相见了又能怎样？于我于他，都不过是平添烦恼而已。本王成婚，你们一个个摆个苦花脸给谁看？喝杯喜酒是能要死你们怎么着？你倒是给个准话，来还是不来？我在下在此祝狼王狼后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你听说狼王的酒窖近日遭劫，正巧有些天宫里的薄酒，还望狼王不要嫌弃。哼，不必了，告辞。相见不如怀念。100千底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黎青，恭喜狼王了。多谢。哦，对了，听内子说黎洛把那个书生照顾得很好，连那个被你揍得鼻青脸肿的小子都懂事能照顾人了。你这个做大哥的倒是有些不如他了。舍不得你就说出来，成天绷着张脸，谁知道你的心思？你对黎洛是这样，你对那个蓝渊难道不也是这样？你这人呐，就是戒心太重，太苛求自己。感情这种事儿，越思量越累。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你还能折腾出个既喜欢又不喜欢出来吗？二太子来了。不是说不来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哎呦！二太子果然与我等这些下界俗物不同。瞧瞧这竹扇上的一笔好字，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啊？二太子休要自珍自藏，咱们是粗俗惯了。您是从哪儿得的这么一把好扇子？咱看看是不是也能一把来摇摇。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风雅一回。这是200年前有一个人送的。哦，看这句子，相思不相思的，一定又是个恋上二太子您的，在借着扇子跟您传情呢。抱歉，不要紧，小心扎到手。不敢，老二太子大驾。都死了是不是？还不快帮着收拾！多谢大家今日捧场。在下改日必会亲自登门回礼。哪里？找个人送你吧。晚上天凉，
你这半身的法印受了寒气，又得做痛了。已经没了一半修为，你就别逞强了。没事儿，有银两跟着就行了。这地界上，谁还敢来惹我？真是的，不是我说你，好好的清闲日子你不要过，去逆什么天呢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不成还真是为了你个离青？警卫，福王身边的人手够吗？要不我再找个人送送。晚上天黑，一盏灯笼怕不够用。不必。元宝，天冷，晚上出来时，记得让你家主子多添件衣裳。是，公子。王，这事儿小的就真的只知道这么多了。那时您正养伤，长老们吩咐别来打搅，小的们就没敢说。二太子逆天，咱也是听说来的，只知道原本是要打散了精魄，从此灰飞烟灭的，亏了西天如来佛祖说情，才保住了性命。胸口上刺字，又被分出一半修为，也是别人这么说的。具体怎么着，小的也真没见过。这都100多年了，谁还记得这事儿啊？小的都问遍了，大伙儿也就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。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吗？哦，这就更没人知道了。据说狼王和虎王还都去问过，这二太子一句话给堵了回来。外头传的都是那些闲着没事干的瞎猜的。就没人知道了？没人。要不王您去问问？二太子对您可对别人不一样，兴许您去问他就……小的多嘴。真的就那么重？下去吧。这个方向，王他这是要去酒窖吗？狐王才是真角色，去哪儿了？怎么凉成这个样？世间总有千般万般求不得，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喜欢或者不喜欢，都说不上来，都没去想，只是贪恋那一点温暖而已。本以为那仿佛是两情相悦了，可怎么可能？那人那么乱情，每一个人哪怕只是一夜露水情缘，也能一往情深地说喜欢，好廉价的真心呐！兰渊，你我本是一种交易，我与你换情，你与我问情，各取所需，两不相欠。可二太子送来的补药，二太子送来的美酒，
二太子把金刚罩送了黎洛，还不敢吭声。二太子。百年来，二太子一直住在山下的小院里头，天帝下诏叫他回去，他也不肯了。如此这般的如影随形，道寺到了哪儿，都逃脱不了了。兰渊，你凭什么要我相信？又凭什么你要，我就一定要给？话说的倒是硬气，可是偏偏我竟真伤了心，真是自作孽。好，我这就来。兰渊，数百年真真假假的纠缠，做戏也好，玩笑也罢，累了也乏了，你我总该有个了断了。王，您让黎洛少主去凡间照顾那个书生，一去便是这么多的时日，过的是好是坏，都是听旁人说。咱们这边总该过去看看，若是亏待了恩人，也好及时弥补，免得叫他族笑话。我不起床。粥已经好了，快点起来吧。还有，我不啊。那个，我就不起来。唉，黎洛，看看你这是什么样子？你这是来报恩的吗？怎么是你？啊，那个他这就起来。昨晚学生看书看晚了，他一直陪着，所以就……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啊？哎，喂，哎，下雨了。哦。你哦一声就完了。门外那只鸟，你前脚进了屋，它后脚就在门口的树上站着了，都多少天了？你是真没看见还是假装没看见？好，你要让它站着便让它站着，反正也不干我的事儿。只是有一样，你给我赶紧走。你爱让他看是你的事儿，我可不爱。咱家小门小户的，可受不了你这么白吃白喝。你倒也知道柴米贵了，让你下回山，还真有点好处。哼，你管不着。那天要不是苏凡来了，你是不是就准备把我送去给他使唤？别当我不知事儿。金刚罩是谁的东西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你如今在这里不是过得很好吗？是很好，所以我不回去了。他要是这一世完了，我就等着他转世，就去找他。无论他忘记了也好，变走了什么也好，我要定他了。他生生世世我都陪着他。所以，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得了，我的事儿不劳胡王您操心。看看你自个儿，本大爷都不愿说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破烂事儿，多容易的事儿，你免能整了快300年还整不出个样子来，他不就是花心吗？你就不能跑去拽着他领子说：“喂，兰渊，以后跟了老子就不许再拈花惹草，要是被我听说了什么，把你用捆牵索捆起来吊在南天门上，还3天3夜不给吃饭，看多容易。
只要吊他一回，保准他下回就不敢了。嘿，你揍老子似的得意样跑哪去了？我和你到底是不是亲兄弟？人呐，果然天差地别。糟糕，不好！喂，我做祖传的秘宝捆结组，就是被你这么用的，快给老子解开！是又如何？我的事，轮到你来插嘴了。我什么时候也学会这样说话了？喂，先把我放开！你看怎么了？怎么门外那鸟走了？哼，我就说，就凭你这么个不讨人喜欢的性子，还真稀奇他能忍这么久。哎，这下可好，终于走了。哼，那你也赶紧走吧。你不回去了？我回去干什么？我走了，书呆子怎么办？这么个老实头，不被人卖了才怪。好，平平淡淡的享受，也令人羡慕。你来了。是，我来了。可令凡人长生不老的火琉璃就在桌上。胡王还有何事要在下效劳？李青，别看。这把簪子，那来看看这一只古簪，够素了吧？公子哥儿也能戴。你家娘子要是不喜欢，您就自己留着用。李青，你竟然也一直都留着。他当时定受了多少苦？你再这么看我，我可要忍不住了。原来这簪子，你也一直带着。胸口这个罪字，除了当日观行的，这些年来，你是第一个看到的。怎么办？这么吓人的一个东西放在身上，谁还愿意跟我？你为什么？那是我写的花灯，兰苑。当日是谁风流博信满天下，又是谁无情地说是一时兴起？可如今呢？到底什么是真心？什么是假意？为什么人人都说这很简单，而我却始终不知所措？李青，你是真心的，对不对？当日是我的错，是我漫不经心，是我不知珍惜。李青。李青，相信我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喜欢你啊，李青，再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嚣张的二太子，温柔的情人，薄情的风流子，却也看不懂，原来情爱二字不过是问一句喜欢不喜欢，开心不开心。好，
撞伤了新娘子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又一个穿红衣服的，难不成一娶就娶俩？这哪个大哪个小啊？王，这，李靖，你骗我，你答应我不娶妻的。公子手里的花灯上好像写着王的名字呢。确实写着王的名字。当年是我负你的真心，如今我用我一片真心来换，可好？等到花灯时节，你我再去人间放一回花灯，可好？既然你坚持要成亲，好，我总是顺着你的，那便与我成亲吧。我兰渊愿以离倾城结发之好，不离不弃，永生为一。若有违背，甘愿跳下众生轮回盘，生生世世沦落畜生道。李靖，你可原信我？王，吉时快过了。哦，开始吧。李靖，信我。要受礼就赶紧做好了，等本姑娘给你们磕头。要是不想受，本姑娘立马上轿走人。我家夫婿可还眨巴着眼盼着呢。好不容易我甘心上了花轿，别存心不让我嫁人，误了本姑娘这门亲事。管你是胡王还是二太子，我耽误你们一辈子的好事儿。你家夫婿盼着？天界娶亲是穿白衣的吗？红，你要嫁去师祖，按理过来行礼拜别。这出好戏值了，这一趟还真是来值了。离齐，走喽，好戏有戏喽！咱也该洞房了，我的胡王。你啊，李靖，李靖，我想你，你想我不想？想还是不想？李靖，回答我。想。李靖。我大哥给我娶嫂子，怎么也没人通知我？是黎洛少主回来了，快！黎洛少主回来了。王怎么不见了？刚还听到房里有动静呢。喂，大白天的闷在房里做什么？书呆子说要来看看，我就带着他来转转。我们进来了啊！别！你们继续。下去。李洛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那个王八蛋，就知道用这招，明明就是你们。苏先生进来可好？啊！
苏先生安好，在下蓝渊，今日刚过门。